大家好，8月份以来啊，我们已经连续几天说过这个微塑料的危害啊。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之所以说这个啊，是因为我在做饭的时候啊，看到塑料的东西，心里就犯嘀咕啊，跟心里有病一样。这个我心里有没有病还不好说啊，但是啊，随着微塑料无处不在，很多人就都有病了啊。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个不孕不育这个话题，特别是男性的不孕症。那么近日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还有浙江大学医学遗传发育研究院黄河峰院士团队啊，联合第三军医大曹佳教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段淑音副教授在《柳叶刀》的子刊 Biomedicine 上发表了一个叫 Association of Mixed Exposure to Microplastics with Sperm Dysfunction, a Multi-Site Study in China 这么个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呢，就是有多个中国的医疗机构、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他们收集并分析了来自中国3个不同地区的共113名男性志愿者的精液和尿液样本研究人员使用拉曼显微镜技术，精确地测量了样本中8种不同类型的微塑料，那么包括聚苯乙烯、聚丙烯，还有聚碳酸酯、聚乙烯、聚氯乙烯以及聚四氟乙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和丙烯胫丁二烯苯乙烯的工具物，就 ABS。那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想调查就是这些微塑料，刚才讲的那8种微塑料它在人体中的分布情况，以及它们和精子质量之间的可能的关联。结果是令人震惊所有受试者的样本中都检测到了微塑料，而且大多数人同时暴露于3到5种不同的类型的微塑料。那更令人担忧的是研究者发现了某些类型的微塑料，尤其是 PTFE， 就是那个不粘锅那玩意儿和精子质量是显著下降相关的。微塑料的危害它的严重程度呢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之前见过微塑料污染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环境和健康问题。它的就是这些直径小于5毫米的微塑料颗粒是无处不在从海洋深处到喜马拉雅山顶，甚至在人体中都能检测到它的存在。所以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就揭示了微塑料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这个潜在威胁。那第一个就是生态系统的威胁，主要就是已经渗透到我们食物链的各个层面海洋生物误食了微塑料会导致呢它消化系统堵塞、营养不良甚至死亡，这就不仅影响到了海洋的这个生态平衡，还可能通过食物链最终影响到我们人类。第二个呢就是人体内的这个微塑料，当然这一点就是更令人不安了。微塑料已经在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都被发现了，包括肺、肝脏、胎盘、肾脏、脾脏、血液和粪便。这就意味着呢，微塑料它可能通过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多种途径的进入到我们人体，那就带来了健康风险。虽然微塑料对人体的长期影响还在评估研究中，但是已经有证据表明它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引发炎症反应干扰内分泌系统导致氧化的这种应急，另外呢就是影响免疫系统功能，还有潜在的致癌风险。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生殖健康的威胁。那这次我们看的这个论文，它研究的呢就是首次在规模人群中建立了这个微塑料暴露和男性生殖健康之间的这种关联。那这个发现呢就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微塑料危害的认识，特别是在这个生殖健康方面。不粘锅的涂层其实就是一个隐藏的微塑料来源。说到微塑料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塑料袋包括包装材料是吧，还有海洋中的塑料垃圾。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容易忽视的微塑料来源就是不粘锅的涂层。你看你做饭不都要从里边盛出来吗？不粘锅涂层通常
是由聚四氟乙烯，就是 PTFE 做成的这也是商品名特氟龙它的主要成分那 PTFE 呢，它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合成氟聚物它具有优良的这种不粘和耐热性，因此被广泛的应用在厨房用具特别是煎锅和炒锅的这个涂层上。那为什么不粘锅涂层会被定义为微塑料呢？材料性质这个 PTFE 虽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塑料，但是呢，它就是一种合成聚合物，具有类似于塑料的特性。那第二点呢，就是它颗粒大小。那么在使用和磨损过程中PTFE 的涂层会脱落形成微小颗粒，而这些颗粒的大小通常是微米级的，符合微塑料的定义。第三个呢，就是环境的持久性PTFE 具有特别强的化学稳定性，那在自然环境中它是难以降解的，这和其他微塑料是类似的。所以不粘锅涂层的脱落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几乎每个使用过不粘锅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造成涂层脱落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了，第一个就是高温烹饪，你虽然说 PTFE 耐热是吧，但是在高温下，比如说一般都超过260度以上，它可能会开始分解。另外呢，就是使用金属器具，比如金属铲子和刷子会刮伤这个涂层，加速它的脱落。再一个就是清洁洗锅的时候清洁不当，对吧？也是使用这个磨砂清洁剂或者钢丝球都会损坏这个涂层。另外一个就是正常的磨损就是你小心使用，长期使用，这个涂层也会逐渐的退化或者脱落。所以研究发现即使是新的不粘锅在正常烹饪过程中也会释放 PTFE 的颗粒有一项研究就表明使用新的塑料烹饪用具的时候每次使用会释放 2.2 加减 0.4 个 PTFE 颗粒，而旧的用具则高达 4.6正负 1.5 个。那这些微小的 PTFE 颗粒可能通过食物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可能在高温烹饪过程中呢就变成气溶胶被我们吸入。那长期以来呢，我们对于不粘锅涂层的这个安全性是存在争议的大家知道过去主要是担忧集中在 PTFE 就是特氟氯涂层在高温下会分解产生全氟辛酸，就 PFOA 这个 PFOA被认为是一种可能的致癌物质并且可能呢干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因此呢，很多人就担心使用不粘锅可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那么这些年来的研究已经转向了 PTFE 本身。虽然 PTFE 在正常使用情况温度被认为是惰性的，但是最新研究表明呢，即使 PTFE 颗粒本身也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第一个就是氧化应激。研究表明呢， PTFE 的暴露可能会导致细胞内的活性氧积累，就引发了氧化应激。那第二个呢，就是线粒体的功能障碍。PTFE 可能会使影响到细胞的能量代谢，降低了线粒体的膜电位。第三个呢，就是信号通路干扰。PTFE 可能会抑制 AKT-mTOR 信号的网络通路，影响到细胞状态和代谢。再一个就是生殖系统的影响了。所以这个研究的论文的重大发现就是呢， PTFE 暴露和精子质量下降显著相关。所以这项研究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它不仅确认了 PTFE 作为一种微塑料它的潜在危害，而首次在人群中这个水平上建立了 PTFE 暴露和男性生育能力下降之间的关联。那这个发现呢，对于公共健康和环境保护政策呢，还是都有重要意义的。那这个论文研究方法和样本是这样的，他们采用了横断面的研究设计，就是涵盖了中国3个不同省份的男性志愿者，研究对象是在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夫妇中的男性伴侣年龄范围呢是24到59岁，平均年龄呢是32.72岁。那样本的收集和分析是这样的，第一个是样本类型，他们收集了每一个参与者的精液和尿液样本，然后呢，经过高温处理的玻璃容器收集样本，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塑料污染。第三个呢，就是微塑料的检测就是我们屏幕上看到的，使用拉曼显微镜技术分析样本中的这个微塑料，这种技术可以精确的识别出
不同类型的这种塑料聚合物。第4个呢，当然就是这个精子的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叫 CASA 这个技术评估啊，它的这个精子参数包括浓度啦、总数啦、活动性和形态。那最后研究人员使用多种的统计方法分析数据，包括单变量和多变量模型啊，以评估微塑料暴露和精子质量之间的关系。他们还进行了这种聚类分析和潜在类别分析，以更深入的理解微塑料暴露模式和精子质量之间的关系。那他研究的逻辑是这样的呀，那这个研究的就是概括成以下几个关键的研究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普遍存在的微塑料暴露啊，所有的参与者他的精液和尿液样本中都检测到了微塑料啊，大多数人呢是同时暴露于3到5种不同类型的微塑料。第二个呢，就是PTFE 和精子质量的关系，就是 PTFE 不粘锅涂层暴露与总精子数和精子浓度之间的显著降低正相关。所以暴露于 PTFE 的参与者总精子数平均减少了 18.77 百万，那么精子浓度平均减少了 6.19 百万每毫升啊。第3个呢，就是多种塑料暴露的这种累积效应啊，暴露于更多种微塑料的参与者，精子质量参数普遍降低。所以每增加一种微塑料暴露，总精子数平均减少 15.4 百万，那么精子浓度呢减少 7.2 百万每毫升，那么前向运动精子比例呢减少了 8.3%。 再一个就是剂量和反应的关系啊，研究就发现微塑料暴露种类数量和精子质量下降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暴露于6种或者更多微塑料的这个参与者，它的精子质量就是显著低于那些暴露于较少种类微塑料的参与者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潜在的类别分析结果研究者把参与微塑料暴露模式分为4组，其中一组它显示出最差的这种精子数量。那这一组的特征呢是暴露于特定组合的微塑料。再一个就是预测模型研究者呢开发了一个列线图的模型，可以根据尿液中的微塑料种类、年龄和 BMI 预测精子损伤的风险。所以这些发现的逻辑链是非常清晰的从确认微塑料在人体中的普遍存在，到识别出特定类型的微塑料，就是 PTFE 和精子质量下降的关联，再到揭示多种微塑料暴露的累积效应，最后呢建立了预测模型。这一系列的发现呢，就不仅揭示了微塑料对男性生殖健康的潜在威胁，还给将来的研究和干预措施提供了一些重要依据。那这个研究它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就是它没有深入的探讨微塑料，特别是 PTFE 它是如何影响精子质量的这个具体机制缺乏呢对微塑料在人体内的分布和代谢的这种详细了解。另外就样本大小虽然呢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这一类研究但是113名参与者这个样本量在某些统计分析中呢它可能还不够大特别是进行亚组分析的时候。那么再一个就是单次测量，研究者呢只进行了1次微塑料和精子质量的测量，没有考虑到这些指标可能的这种时间变化，对吧？当然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还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它不仅就揭示了微塑料污染已经深入到人体的程度，还首次在大规模人群中建立了微塑料暴露和男性生殖健康之间的这个关联特别是研究发现 PTFE 就是这个不粘锅涂层和精子质量下降是显著相关，这个发现对我们日常生活还是有直接影响的。当然这个存在的局限性我们讲过，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吧？我们要重新思考日常生活中这些看似无害的物品它可能带来的潜在的风险。比如说你要备孕，你是不是就要少用不粘锅呀？就是这个不仅关系到我们个人健康更是一个重要的这种公共卫生问题。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会得到哪些启示呢？就是要重新评估这个厨房用具考虑减少或者少使用 PTFE 这种涂层的厨具，或者更频繁的更换已经磨损的这个不粘锅。另外就是注意使用方法如果使用不粘锅避免过热或者使用金属器具减少
涂层的脱落。另外就是减少塑料的使用啊，尽可能选择玻璃、陶瓷或者不锈钢容器，减少食物和塑料的这种接触啊。另外一个就是关注这个饮食的来源，尽量选择新鲜，是吧？啊，未经过过度包装的这种食物，减少可能的这种微塑料加工食品。另外一个就是水质过滤，考虑使用高质量的这个水过滤系统，减少饮水中的这个微塑料。另外就是加强环保意识啊。支持减少塑料使用和改善塑料回收的这种环保政策和行动。那当然，对于刚才说的政策制定者或者企业来说啊，那这个研究呢也需要大家注意的。那比如说加强监管，是吧？你考虑到这个不粘锅涂层这些特定化学品，它的使用要制定更严格的规定。第二个要鼓励创新啊，我们开发更安全，是吧？环保的这种替代性的材料啊。再一个呢就是完善标准，制定更全面的产品安全标准，包括对微塑料释放的这个限制。比如说我们现在不粘锅用多久不让用了，是吧？没说呀。再一个就是公众教育，我们就是其中一部分，加强对微塑料污染和它潜在健康影响的这种公众教育。另外就是支持这些研究啊，对微塑料健康影响研究的这个资金支持要加大，特别是长期和大规模的这种人群研究。应该说呀，相对于转基因这个危害来说，微塑料的危害更大，它解决难度更高，需求是更迫切的啊。这个马杰克不是说过吗？他说好在大家都在一个天底下呼吸同样的空气，对吧？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在呼吸同样的微塑料呢？你可以说我可以自己种地呀，是吧？我吃特供。对不起，微塑料会通过空气和水污染你的土地，然后呢进入你的食物链，是吧？所以面对这个微塑料这种隐形杀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采取行动，不仅是让我们自己更健康，是吧？也是为了下一代的福祉除非你就是最后一代了。虽然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全面了解微塑料对人体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等现在就是采取预防措施的时候，减少我们对塑料的依赖，寻找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替代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健康更清洁的未来。好的，今天微塑料的话题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